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，我是李牧阳。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，新的一周开始了。截止到早上6点呢，全球感染中共病毒的总数已经高达359万3600多人，死亡是24万9111人。从最初中国武汉发现疫情到现在已经5个月了，目前世界上已经初步形成了新的8国联军向中共索赔。为了推卸责任和摆脱被追责呢，中共用了各种方法，最近又推出了一个动画片来歪曲事实。但是中共想要的效果并不理想，反倒使他污蔑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人气大增。昨天蓬佩奥表示，美国有大量证据表明病毒起源于中国武汉的一个实验室。美国总统川普也在晚间的电视节目中表示，美国有大量证据，将会提供一份很有力的报告。在昨天的福克斯新闻晚间节目中，川普暗示北京是故意隐瞒疫情信息，因为疫情使北京感到尴尬。对于中共对外甩锅，将病毒爆发归咎于其他国家的问题，川普指出，我认为他们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，他们不愿承认。在节目当中呢，川普第一次明确指出，对中共在病毒问题上的惩罚，关税是最终惩罚。他说，关税起码是最棒的谈判工具，是对中共的终极惩罚。川普还直言，不希望疫苗来自中国。他表示，不管谁赢得这场比赛，他只在乎疫苗是不是管用。虽然目前各国合作研发疫苗，但是不希望疫苗来自中国。川普的这番话似乎在透露出他对中国生产疫苗的担心。毕竟，毒疫苗事件距此不远，造成的伤害没有得到平复，所以对中国生产疫苗不能不存有疑虑。万一接种的疫苗不起作用，没有起到防疫作用，反倒增加新的疾病，那是得不偿失了。另外，同时我们从川普的这番话中也可以看出，美中关系已经没有了往日的热度，现在似乎正是在逼近冰点。在谈到武汉实验室时，川普说，我们将提供一份很有力的报告来说明我们认为到底发生了什么。川普强调，这份报告将非常有说服力。当天稍早，国务卿蓬佩奥做客美国广播公司 ABC 的本周节目，他说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有大量证据表明这是来自武汉的那个实验室。人们高度相信病毒是来自武汉实验室，并不是来自附近的一个市场。蓬佩奥的这次说法呢，明显就比他上周早些时候的说法更明确，也更直接。不过呢，他也拒绝描述这个证据。他说，我无权告诉你这件事。但是他粗略地讲了几个人们都已经很了解的事实，比如美国和国际的科学家不被允许到访武汉实验室，中共不提供原始病毒的样本，同时不许记者报道事实，压制国内医学专业人士等等。那现在又发起一场运动，防止世界进一步调查中共在大流行病起源当中的作用。他指出，这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人的造谣活动，造成了巨大的风险。他表示不怀疑美国情报界的共识，这种病毒不是人造的，也不是改变基因的。但是，中共拖延向世界通报病毒的威胁，隐瞒和混淆事实，导致了如今几百万遭劫。如果北京没有那么做，世界范围的病例数量和死亡数字都不会这么广泛。这位川普政府的最高外交官表示，总统川普非常清楚，我们将追究那些肇事者的责任，我们将依照属于我们的时间表这样做。蓬佩奥是川普政府强硬派的代表人物，一直主张对中共强硬。那这次疫情发生之后，他更是屡次的批评中共，也因此他成了中共的一个眼中钉。最近，中共央视接连批评蓬佩奥，把他称为是人类公敌。我们从措辞上来看，央视很好地展现了泼妇的骂功，还派出了大批的水军制造舆论。但是呢，中共这么做的效果并不好，反倒是让蓬佩奥的人气迅速增长。他在西点军校时期的照片，以及他在家里边穿着大裤衩做家务和妻子玩牌的照片，都成了热门话题，这使他的人气迅速提升。另外，蓬佩奥求学时教人的那个成绩以及他的相关简历也是快速传播。有网民还借此讽刺中共的官员们是胸无点墨，甚至还点出了西点第一名 PK 200斤。西点第一名自然指的就是蓬佩奥，200斤指的是谁，相信也是不言自明。
舆情倒灌这种情况是中共怎么都没有想到的。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怎么办？网信办下令全网查删蓬佩奥的相关内容，连他洗碗的照片都被大量的删除。资深教育家杨先生对自由亚洲表示，人们都是想借这个机会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，并且讽刺中共官媒和官员们本身就是对官方隐瞒疫情的不满。杨教授说，这段时间新闻联播把他骂了很长时间，他一下就出名了。现在大家都转他的照片，实际就是借风行船。作家刘水认为，蓬佩奥表现出了一个传统的美国精英清醒的头脑，以及不向独裁政治妥协的原则，因此有很多具有独立思考的中国知识分子是认同他并声援他的。那除了中共央视像泼妇一样的骂街，中共外交部更是四面出击，不论是发言人还是外交官，个个都像战狼一样的疯狂。中共副外长岳玉成最近接受了美国媒体的采访，直接否认中共隐瞒疫情的行为，并且还诽谤美国自身抗疫不力。他说呢，武汉封城的时候，美国只有一个病例。3月13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的时候，确诊病例达到了1600多例，中间50多天，美国干什么去了？岳玉成的说法呢，完全是忽略了世界卫生组织配合中共隐匿疫情、延误世界各国的抗疫黄金时间这一点。但是这的确具有一些迷惑性。看到一些网友转来的一张照片，是在武汉江岸区开明菜市场门口处拍下的一份通告。通告中直接写着为防止美国肺炎病毒再度人传人等等。那最近中共又推出了一个动画片，用兵马俑的形象与代表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的对话，试图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。中方呢已经警告过全世界有关局势的严重性，并且在国内成功的遏制了疫情。但是美国不听警告，现在已经不堪重负。其中有这么一段话，中方说呢，我们发现了一种病毒，美方说那又如何呢？中方说很危险，美方说只是流感。中方说戴口罩，美方说不要戴口罩。中方说待在家里，美方说侵犯人权。中方说建立临时医院，美方说这些都是集中营。我们从中共近期的种种动作来看，只要能推卸责任，摆脱各国的追责，不管是什么招，都可以拿出来用。法广表示，中共的这些动作让民族主义高涨的部分国人过瘾，让海外的华人咂舌，让外国人不知所措。但是事实就在眼前，中共越歪曲这个事实，人们就越反感。我们以口罩为例，中国爆发疫情之后，不少海外的华人纷纷把所在国家的口罩是扫荡一空，然后寄回中国大陆。这里不排除有个别的华人主动买一些防护物资，然后邮寄给国内的亲人，但是更多的是中共的使领馆在幕后操控。我们以前的节目中有谈过这方面的内容，列举了很多海外使领馆的秘密通知。那对于海外华人的扫荡口罩，起初西方人并不在意，因为西方国家的空气质量很好，人们不用戴口罩，而且西方人也没有戴口罩的习惯。但是疫情严重之后，人们想买口罩，这个时候已经买不到了。法广指出，法国人并不是拒绝戴口罩，而是没有口罩，哪里都没有卖的。而法国政府当时的难言之隐就是怕大家抢购有限的口罩，造成医务人员没有防护用品。其实这种尴尬，美国也是一样。在不得不戴口罩的情况下，川普曾经建议没有口罩的人们可以用围巾来代替。疫情加重之后，川普宣布了居家令。美国政府为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和雇主都提供了优厚的经济保障，还为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提供了生活保障金。除了必须上班工作的人们，许多人都是很守规矩的待在家里，没听说有人批评这是侵犯人权。美国在建立了野战医院之后，也没人会往集中营那方面去想。我经常开车路过曼哈顿中央公园的野战医院，几乎每次都可以看到隔离区外三三两两的一些休闲的人。这跟中共方舱医院强行拖拽人们去隔离，以及严格的军管措施来比较，哪个更像集中营呢？方舱医院更像是集中营。中共说那个动画片里边 Twitter 上有100多万的点击率，但是法广指出，推文下方法国民众的留言大都是在批评中共说谎，有的网民还贴出了6次坦克镇压民众的图片，有的强调这个病毒是源自中国，中共政府隐瞒疫情，
还震千万中国人到世界各地旅行散播病毒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·奥特加斯对福克斯新闻说，全世界都知道病毒来自武汉，来自中国，然后传播到全世界。一个负责任的国家会说，我们将开放我们的国家，我们将保持透明，我们将提供数据，让科学家、医生和调查人员深入了解这种流行病的起源。奥特加斯表示，从撤侨到不听世卫建议对华采取旅行限制，川普政府在50天当中做了大量的防疫工作，而中共到现在都没有交出包括首批在内的武汉市区的病毒样本。他指出，美国只不过是要求透明，这对全世界都非常重要，而且美国也不只是对中国，也针对朝鲜，因为朝鲜声称确诊数是0，这十分可笑。此外，美国也针对伊朗和俄罗斯提出了同样的要求。尽管中共是一直在掩盖，但是美国已经开始了对病毒源头的调查，而且美国的行动也不是孤立的。五眼联盟的另外4个国家加拿大、英国、澳大利亚还有新西兰也都在同时行动，并且就在前不久推出了一份长达15页的报告，其中指出中共曾经隐藏或者摧毁疫情爆发的证据，导致全球数以10万计的人死于疫症。报告中指出，中共最初否认病毒人传人，要求知情医生晋升，破坏实验室的证据，拒绝向调查疫情的国际科学家提供病毒活样本等等。4月30号，欧盟主席冯德莱恩第一次公开发声，支持追查中共病毒的源头。他表示，这有助于改善预警系统，中共当局应该配合调查。冯德莱恩认为，应该厘清病毒来源和导致大流行的原因，这对所有人都很重要，对整个世界都很重要，因为人们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病毒何时开始。那这次得到的教训可以为下一次病毒到来建立一个预警系统。此外呢，欧盟对外事务部5月1号也表态支持台湾参加世卫组织。外交安全政策发言人巴图恩克利森他表示，台湾的能力水准受到肯定，专业技术可以带来额外的价值，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，一起与合作伙伴讨论抗击疫情的方法。中共已经是越来越招致世界的反感，他的甩锅和抹黑也招致了越来越多的反击。有多名美国知情官员向路透社透露，美国政府正在推动一项倡议，将全球的工业供应链撤离中国，并且推动建立一个联盟。与此同时，美方还在考虑实施新的关税措施，惩罚中共处理疫情的问题。有多名现任和卸任的美国政府高官都表示，在疫情严重打击经济和造成大量死亡之后，美国政府正在全面推动降低美国生产和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，即使不回流，也要转往其他与美国关系较好的国家。主管经济增长的国务次卿基斯克拉奇表示，过去几年，美国是一直在努力减少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，但是现在是强力推动。美国政府可能很快就宣布有关新的行动。一名政府人士直言，整个政府都在推动这件事儿。另外一名官员表示，美国正在推动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网络信任伙伴联盟，成员包括企业和民间社会团体，将在所有领域遵循同一套标准，涵盖数字业务、能源、基础建设、研究、贸易、教育和商务等等。就是说，这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，完全与中共要脱钩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说说大陆的疫情情况。从中共官方的定义来看，全国只有一处疫情高风险区，就是北京市朝阳区。但是从4月30号开始呢，北京的疫情防控也是从1级调降到了2级。在约翰霍普金斯统计的数据当中，中共通报昨天新增感染病例只有3例，死亡的数字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变化了，一直是停留在4633例。看中共通报的这个数字，似乎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。但是网友转来一个消息，北京的疫情防控是有秘密的。网友表示，北京是高官家族的聚集地，当然疫情防控也就最严格。网友介绍说，朝阳区的疫情信息上报只有类似卧底的网格员有上报资格，就是说
当地所有的与疫情有关的事情，地方政府都得向网格员进行汇报，然后网格员汇总之后再向上汇报。那这个网格员的权力有多大呢？网友说，北京市的区长是没权力管他的，网格员有专门的上级管。那这个情况感觉就像是针对法轮功设立的610办公室。当初江泽民为了镇压法轮功，在1999年的6月10号成立了610办公室。这个组织是凌驾于所有的政府机构之上的，就是说，只要涉及到法轮功的问题，不管大事小情，所有的政府机构都得听610办公室的命令。很多人呢把这个610办公室比作是纳粹的盖世太保，事实也的确就是这样。那如今在处理北京疫情的这个问题上，中共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网格员，可见中共对疫情控制重视到何种程度。知情人透露呢，截止到4月26号，朝阳区已经隔离了3300多人，这其中就包括从武汉返回北京的2000多人。另外，知情人还透露了一点信息，这个呢是与我们的观点差不多的，就是病毒长眼睛。知情人表示说，北京为什么疫情这么重，就是因为北京的共产党员多。知情人说呢，中共是想把平民无差别的杀掉，但是病毒瘟疫长着眼睛，专门往高干大院去，平民的地方几乎没什么疫情。网友说，还有这个病毒，台湾不去，香港不去，他绕开走，而那些共产兄弟的国家都是死伤惨重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跟大家分享几位向我们捐助的这个朋友的留言信息。需要说明一下，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，还有很多，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不能一一的分享。但是呢，我们都给每一位朋友做了回复，因为我们珍视每一份心意。第一位朋友说，李老师辛苦了，希望继续报道中共的恶行恶状，让世界看清楚中共共产党的邪恶本质。第二位朋友说，谢谢你们正义的报道，揭开中国大陆境内各种内幕。我是台湾人，长期住德国，从1月中开始看你们的节目，也早早开始关心及担心武汉中共病毒的整个演变走向，可以在欧洲开始正视此事之前，就提醒身边的家人朋友同事们，请继续加油。下面的这一位呢，是香港的朋友的留言，比较长了一些。李牧阳您好，来自香港的我，虽然普通话并不是我的母语，却喜欢听您专业有正气的新闻报道，还有是你们团队对中国大陆了解的深入程度，是大部分香港人缺乏的。我们跟大陆从文化价值观的鸿沟本来就已经很深，这不能怪罪我们，因为我们受上一代遗传了反共、反抗、反叛基因的影响。虽然这是香港的历史，但却也是事实。也因为这一份鸿沟，才有一国两制的设计来骗我们。网友说呢，反送中运动前，相信大部分香港人也不太知道大纪元传媒报道真相的执着和坚持。我印象中，大纪元有在香港派发免费报纸，也有法轮功学员在铜锣湾搜狗百货公司前实体的模仿活摘器官。当时觉得有点夸张，中共政权没有那么坏吧？反送中后我们的经历，不得不让我们相信这都是事实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坏，只有我们想象不到的坏。谢谢你们努力不懈，在不断被打压的情况下，在各方资源缺乏下，仍坚持报道真相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世界的华人都能够活在免于恐惧的自由，畅所欲言，建设更美好的世界。光复香港，时代革命，5大诉求缺一不可，是大部分香港人的愿望，互勉之。我们真心的感谢朋友们的支持，大家的一点点肯定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，大家的一点点支持就是我们继续走下去的动力。我的几位同事在阅读了这位朋友的留言之后，都是深受感动。无论是香港同胞、台湾同胞，还有身处海外的同胞，也包括中国大陆的同胞，只要有一位通过大纪元或者是新闻看点能够明白真相，我们就没有白做，再辛苦再累也值得，这是意义非凡的。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肤色，我们有着同一个祖先，我们是同根同源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再会。